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这次美伊战争，第一枪送走的就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传闻说，哈梅内伊的牙医其实就是摩萨德特工，跟了他好几年，提前在他的牙齿里装了定位器，所以一下就送走了。讲到这儿，我就突然想研究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刺客，最后就发现，让领导先走，它其实不是以色列的发明，这其实就是中东1400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哈梅内伊被做掉，也就是他的宿命。因为什叶派12位伊玛目，11位都是这么被送走的。最后一位马赫迪有没有被干掉不知道，反正人是找不到了，所以大家都说啊，这叫大隐遁，以后还会回来的，估计是被干掉了啊。其实，在古代中东还有一个组织专门送走最高领袖的，叫做哈萨辛，他们的血脉现在还活在世上，是瑞士的大教主啊，身价100多个亿美元。所以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个事情。今天除了研究这个，还有重点解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从物理上做掉一个国家的领袖，真的能赢得战争吗？这个答案可能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在现代战争里，定点清除最大的价值不是让目标消失，而是让所有活着的人都害怕。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一群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不敢用手机，不敢用寻呼机，而且现在连牙医都不敢看了，怕一出门就被送走，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伊朗的指挥系统基本瘫痪。以色列的这个效果不需要往前线送1万个士兵，只要几个特工就可以让敌方的领导活在无止境的恐惧之中，让整个组织的决策效率归零。不过这种定点清除不是以色列发明的，它是中东的传统，阿拉伯人在这点上运用的是炉火纯青。在12世纪还出现了一个专门做刺客的组织，就叫做哈萨辛。哈萨辛就是英文刺客 assassin 的来源，在中国古籍里把他们叫做木刺仪。领导哈萨辛的神秘人也被称作山中老人，他看起来像一个住在山里的老牧羊人一样，人畜无害，但是他一转身就可以让一个王人头落地。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名叫阿拉丁的山中老人信奉伊斯兰教，他在2座高山之间的一条风景优美的峡谷中建造了一座华丽的花园，其中铺设着流淌着美酒、牛乳、蜂蜜和清水的河流，住着娇美的女郎。为什么山谷中会出现美女？在《刘裕西史记》中也有记载，纵其欲数日，复至故处，既醒，问其所见，交之能刺客，死则享福如死。他这个意思就是有很多年轻的男子进入这个峡谷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美女在欢乐啊，然后自己也去跟他们一起欢乐，就仿佛到了天堂一样。这时候这个年轻人跟这些美女纵欲昏睡了好几天，等到酒醒之后，就会在山中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出现，然后这个美女美酒都没有了，于是这个老人就问啊，你还想尝试一下天国的欢乐吗？如果想，那就加入我们的组织哈萨辛，死后你就可以继续享受天国的幸福啊！我为了给大家写这个故事，查阅了无数的资料，看到我眼睛干涩疼痛都快瞎了，可能以后我都写不了故事了。不过大家不用怕，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救星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如果你和我一样，每天长时间阅读、看屏幕，眼睛干涩、难受、视力下降，就一定要试一下这个眼贴。我现在每天都在用，贴上之后，眼睛马上就出现了丰富的泪水，润滑眼睛，而且感觉眼睛周围冰凉舒服，带着眼贴睡一晚上，第2天特别轻松。WiseQuest 的眼贴使用日本工艺，在日本生产。大家要知道，日本对日用护理品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用起来非常放心。眼贴采用的是植物萃取的温和配方，冰冰凉凉的，平常眼睛难受的时候都可以贴。特别建议晚上睡觉之前贴上去，一边睡觉一边给眼睛做一个 SPA。现在点击屏幕信息栏和置顶留言连接 nicholasyoung.com 我的个人小店连接，就可以购买全球送货。也可以直接使用 YouTube 下方的商品链接直接点击购买。让我们一起使用 WiseQuest 保护眼睛吧。感谢大家，我们继续讲这个山中老人，他就叫做哈桑萨巴赫。在12世纪，有一个帝国叫做塞朱尔，他统治了伊朗和伊拉克。他的苏丹也就是王叫做萨拉丁，他派了一支大军准备灭掉山中老人。等他准备集结军队晚上出发的时候，苏丹突然从梦中醒来，他一转头就发现了一个人刚刚走出帐篷。之后他定睛一看，发现帐篷里的灯被移动了，而且床边放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有很多热乎的饼，但是上面却插着一把有毒的匕首。
把手上还别着一张纸条，写道：你已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如果你不立刻撤出对我们的包围，这把匕首下一次就会插进你的胸膛。留下字条的人就是山中老人阿桑萨巴赫。苏丹这么一看啊，一下全身都凉透了，立刻大喊啊，撤兵！后来苏丹王萨拉丁还送去礼物和山中老人和解，最后他们还成了盟友，一起对抗十字军东征。所以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有时候恐惧比死亡更有用。以色列现在真的是不用动手，他只需要让中东的一些神棍领导人知道，想享受天堂的72处女我们随时可以送你上路这个中东刺客先祖山中老人，当年他有一个城堡就在伊朗，四面悬崖，叫做阿拉木特，这个都是真的，意思是鹰巢。山中老人在这里面培训的战士叫做菲达伊，意思是献身者。这些人从几个月前甚至是几年前就渗透到达官贵人的宫廷里面，就等待山中老人的指令。而且这些伊达妃一旦收到指令，立刻进行刺杀，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的。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个下场，刺客都是这么死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去干。这个就跟中国一样中国把这些人叫做死士。在中国古代，养死士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政治手艺但是山中老人养死士和中国养死士有非常大的不同山中老人主要是画饼，但是中国古代养死士还真的是给钱给东西。在《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无数的死士，就像豫让、专诸、荆轲等等的。这些主公在当时招募死士的核心就是4个字：恩重如山。中国古代的权臣专门挑一些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或者是身怀绝技但是在社会底层受尽屈辱的一些人，主公就把他们赶紧接回来，然后奉为上宾，每天都把酒言欢说你是我的知己你是我的哥们儿之类的。然后这些人的母亲生病了之类的主公就亲自熬药，然后送到他们家去。这些门客一看这个主公对我这么好，我要视为知己者死。之后就出现了一些什么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过中东的这个山中老人不一样，中国的死士在死之前就享受了主公给的荣华富贵，而且死后了他也不用担心家里人，主公都给你包圆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伊朗的这个山中老人，他纯粹就是给这些伊达妃开的是空头支票，告诉他们你死后可以上天堂享受72处女，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纯纯的为信仰献身，成本非常低。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山中老人如何招募年轻人作为死士。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讲的这一集，非常像这个心灵课程洗脑的过程首先，被招募的年轻人他必须进行绝对的物理隔离。山中老人专门挑选一些最虔诚、社会阅历像白纸一样的年轻人，从小把他们关在山顶城堡里与世隔绝，然后进行斯巴达式的高强度训练。这些人不仅要练格斗、练心理素质，更厉害的是他们要学各种的语言，还有宫廷礼仪，甚至深奥的神学辩论为什么？他就是为了各种手段接近目标。一个成功的伊达妃，他需要伪装成一个虔诚的僧侣，或者是装成一个优雅的商人，而且还要潜伏，一潜伏下来都是好几年，绝对不能露馅。但是这一套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心理建设。刺客进行刺杀的时候他绝对是不能怕的。没有信仰的刺客，在最后就像荆轲刺秦王里面的秦舞阳一样战国策里面记载，他一看到这个秦王，马上吓得脸都变色了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山中老人的刺客不一样，他们每天都要经历高强度的经文祷告不断的这么吟唱不断用这些神学对自己进行暗示说什么这个现实世界是最脏的，充满苦难的，而山中老人他掌握着通往天堂唯一的钥匙，根据他的命令去执行任务，不是献身，不是牺牲，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当一个年轻人深信，只要自己的匕首刺中目标的要害，而在自己倒在侍卫乱刃之下的那一瞬间，灵魂就立刻能进入天堂的花园。有这种想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无敌的。当时在塞尔柱帝国有一个掌权者叫做宰相尼扎姆穆勒克，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帝国的稳定系于宰相的墨水瓶，如果我合上这个墨水瓶，王冠就会倒塌。1092年10月14日，尼扎姆坐着轿子从伊斯法罕赶往巴格达，路上遇到一个苦修的僧人，叫做达菲行者。
他们就是伊斯兰教的神秘派，非常像土耳其那种跳旋转舞的人。当时宰相尼扎姆遇到了这个苦行僧之后就想问他一些宇宙的秘密，结果这个人就慢慢靠近宰相，然后突然一瞬间抽出了匕首，一下就把这个宰相的脖子给抹了。之后这个刺客当场被侍卫砍成了肉泥，但是山中老人不会在乎，因为效果已经达到了这个人也上了天堂了。宰相尼扎姆死后1个月，塞朱尔帝国的苏丹也被下毒身亡，整个帝国顿时就变得群龙无首，进入了25年的混战。所以这个哈萨辛就是非常厉害，一次刺杀瓦解一个帝国，这个就是刺客的威力。山中老人哈桑和他的2位继承者一共下达了75次定点清除命令，每一次都送走了王公贵族和宗教领袖，但是他们从不伤害平民，因为伤平民也没有什么用没什么价值。所以当时塞朱尔帝国的所有的领导人都人心惶惶的。所以当时有一个法官去觐见蒙古可汗的时候全身都穿着这个盔甲，可汗就问你见我为什么还穿这个？他就说每时每刻我都要穿着，因为哈萨辛随时都可能来。所以这个山中老人还是中东的刺客之王他特别厉害，能够掌握一颗暗影刺客部队也是非常不容易。他在45年几乎没有离开他的悬崖堡垒，而且他的2个儿子因为犯了谋杀和酗酒，他直接就把这2个儿子给处死了非常冷酷。虽然哈萨辛这么厉害，但是在绝对武力面前，他们也是一下就灰飞烟灭了。1256年蒙古大军西征，序列兀攻击哈拉木特，这个城堡就一下陷落了，哈萨辛就被灭了。但是他们的后裔到今天还在，被称作伊斯兰的伊斯玛仪派教徒。今天全球大约有1500万人，最高领袖叫做阿加汗五世，他是山中老人之后的第50代伊玛目。不过人家现在是瑞士人总资产是133亿美元。他带领的这个伊斯兰伊斯玛仪派有点像藏传佛教，追求隐藏的真理隐藏的秘密。而且他们非常和平，特别热衷于推进慈善医疗教育。毕竟人家的教主是瑞士人嘛，必须中立，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说到这个教主这个伊玛目，我就想说一下这个什叶派伊玛目的悲惨情况。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以后后面跟着4位国家统帅，叫做哈里发。这4位里面中的3位全部都是遇刺身亡。一个哈里发叫做欧迈尔，他是被波斯奴隶用匕首了结了；一个叫做奥斯曼，被叛军冲到家里直接给砍了。第4任的叫做阿里，他在大清真寺做祷告的时候，一下就出现了一个刺客，拿着毒箭一下就捅进去了。2天之后，这个阿里就死了。所以伊斯兰的哈里发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是 75%， 这个是触目惊心，但是只是刚刚开始。伊朗什叶派的核心信仰就是12伊玛目，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血脉后裔，一共12位。以前我说过，伊朗现在就在等待12位伊玛目马赫迪的归来。前面11位伊玛目都被干掉了，但是第12位伊玛目马赫迪，他的消失就不能叫干掉了，叫做大隐遁。如果不说什么玄学，什么马赫迪被外星人带走之后，这1000年之后还会回来的，其实我们可以推测，他也可能是被刺客做掉了。只要是最高领导人被刺客干掉，都是他们的宿命。这个就像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一样。什叶派11个伊玛目都是怎么死的？非常有意思。有一个是被他自己的妻子下毒的，还有被叛军包围灭门的，也有被关在监狱里下毒致死的，反正是没有一个善终。有一届伊玛目叫做哈桑，他在临死前说过一句话：我们家族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被杀或者是被毒死的。这句话就像一个诅咒1400年后再看，就发现这个伊朗也是一代一代的都倒在这个政治漩涡里。所以以色列在这几年一直使用定点清除的手段，其实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最近中国有一个专家公开说自古交战不以击杀首领为目的这是不讲武德，而且非常危险的。大家可以告诉他，击杀首领是阿拉伯世界自古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擒贼先擒王，这些话你都不懂吗？说笑归说笑，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击杀首领到底管不管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个视野放大到全世界。我精选了3个案例，每一个都有一个不同的回答，加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逻辑链。第一个案例就是凯撒被刺案。
西元前44年3月15日，罗马称这天为三月望日。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预言家警告过凯撒，说你必须小心三月望日。凯撒在自己预测的那天之前，路上还碰到了这个预言家，开玩笑说你看三月望日到了，我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个预言家就说了一句话三月望日到了，但是还没有结束。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在《12凯撒传》里面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凯撒想称帝，于是他就进入了庞培元老院，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他刚坐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提利乌斯辛伯的议员走上来，他假装递上了一份请愿书。凯撒拿着刚准备看，这个时候突然就有60多名元老立刻冲上前去，然后这个辛伯突然抓住凯撒的袍子往下拉，凯撒一看大惊，就说这是暴力。然后就是第一刀，他是元老卡斯卡用匕首刺向凯撒的脖子，没有刺中要害，凯撒反手就抓住他的胳膊进行了这个擒拿手。但是所有人立刻冲上去了，接下来第2刀、第3刀、第4刀，四面八方全部都是匕首。普鲁塔克在《名人传》里面写道，现场一片混乱，执行者们甚至误伤了自己人。凯撒一开始还在反抗，但是他看到他的门徒和好友鲁图斯也在人群当中，这时候凯撒心灰意冷，不再反抗，突然用袍子蒙住了自己的脸。于是元老们一拥而上，凯撒倒在了庞培的雕像之下。莎士比亚写了凯撒临终时候最后的一句话E tu Bludi， 你也有份布鲁图斯。还有一个版本说这个凯撒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希腊语，叫做 Kaisu Techno， 你也一样嘛，我的孩子。凯撒当时真是非常的失望，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在凯撒死后，议员们就冲出了元老院，在大街上喊罗马人民，我们又自由了。虽说是自由，但是最后怎么样了？凯撒的史官苏埃托尼乌斯记载，这些元老全部被判处极刑，以不同的方式死去，有一些死于船难，有一些死于战场，还有的用着对付凯撒的同一把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凯撒的门徒布鲁图斯2年之后也自杀了，临死前留下了遗言美德你终究只是一个空名。这个也是无比的失望。凯撒死后，这个罗马也没有恢复共和，结果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皇帝，叫做奥古斯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历史的命运好像是注定的，你拔掉一颗钉子，这个历史的趋势会自己找到下一个钉子不断出现钉子。第二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1914年6月28日，一个叫做加弗里洛·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的街头开了2枪，击杀了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6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4年期间2000万人丧生。一战的时候，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所有的列强都在军备竞赛，每一个大国都在等一个开战的借口，所以没有萨拉热窝的这2颗刺杀的子弹，也会有别的子弹射出来。这个刺客以为自己干掉了一个人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是结果就引发了连锁反应。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在重复。所以这个今天历史可能就在重演，它就是哈梅内伊被刺案件。现在美国打伊朗打的可能是不好收场了，现在准备派地面部队进攻伊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战争能结束。上个世纪80年代的2伊战争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关键是当时的伊朗最高话事人还在，就是他的第1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当时哈梅内伊还是总统，在伊朗最后撑不下去的时候，霍梅尼就说了一句话，我仿佛饮下了一杯毒酒，然后宣布认怂投降。接着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就停战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哈梅内伊挂了，他的儿子也变成了植物人，整个国家失去了最高领袖，伊斯兰的革命卫队也就分裂成30多个各自为战的武装派系。美国本来想打掉一个最高领袖，现在发现这最高领袖分裂成30多个军阀，而且他们不断地向沙特、阿联酋、巴林发射导弹。到现在欧洲沙特、阿联酋都准备参战了，这个海湾战争 2.0 马上就要爆发了。这个历史都是不会简单的重复历史都是押韵的。所以这个定点清除它就会出现3个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这个副作用。第一个就叫做9头蛇效应。希腊神话里有个9头蛇海德拉你把它的一个头砍掉就会长出2个头来。所以这个最高领袖没了以后呢，他的继任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我配接班，他可能会比之前更加强硬，干掉一个就更加极端，更加疯狂。第二个副作用就是神话效应，死人其实比活人更危险的。活着的哈梅内伊是一个老头，而倒下的哈梅内伊他就是不朽的殉道者。伊朗现在剩下的顽固派，如果天天想着为这个哈梅内伊报仇的话，那未来可能这个伊朗、中东地区就比较麻烦。第三个还有一个副作用，叫做全民死战效应。这里我想讲一个反面案例，就是1945年美国太平洋战争。当时麦克阿瑟将军想着轰炸东京，把日本的裕仁天皇一起送走，但是最后美国没有这么做。当时美国政府让人类学家写了一份报告，后来成为一本书，叫做《菊与刀》。里面的核心思想就是日本士兵天天喊着ban在ban在，自杀冲锋不要命的。这个是因为天皇让他们这么做。在日本人心里，天皇他不是人，他是活着的神。如果当时美国除掉了天皇，这1亿的日本人马上会开启毁灭性的死磕，叫做全民玉碎，直接全国就和美军拼命了没完没了的。日本人没有听到天皇下令投降，他们就会和美军打到只剩一个人。所以美国当时研究了这个事之后，就决定留着日本天皇的命，但是必须用这个原子弹吓一吓他，逼着他亲口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二战的时候，日军一听到天皇投降之后，立刻就放下了武器，没有任何人反抗，完全配合美国监管日本。这也就塑造了现在的日本美日同盟绝对的配合。所以有时候不动手比动手需要更多的智慧所以从这个刺客哈萨辛组织到哈梅内伊的结局，也许这个就是中东的宿命。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消灭一个最高领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因为这个以色列它不只是执行军事任务，它也是有一个剧本的，也有一个预言的。而这个事情是写在他们的圣经里面的。以色列在历史上不断被4面围攻，但是他们有一次一次主动出击。这个不只是因为军事技术，也不只是美国在撑腰，是因为他们坚信以色列他们脚下的这个土地是上帝安排的，这场仗是神给他们的终局之战。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到底写了什么让人背后发凉的细节？为什么现在这个犹太教的以色列基督教的美国、伊斯兰教的伊朗，这3大宗教都要把这个决战地点选在了同一个城市耶路撒冷？这些硬核的内容我都会在会员频道给大家详细讲，点击加入和充电就可以看到更多世界的底层逻辑。如果这一期大家有什么思考，别忘点赞、留言、订阅，也欢迎点击链接进入我的小店 nicolasyang.com 买点眼贴，让自己的眼睛更加舒服哟。